這早餐上來好久了，我都不吃，因為太美了，就是沒見過的梯田景象啊，就騰雲駕霧一樣啊，就像中國水墨山水畫一樣。位于廣西桂林的龍脊梯田，可能是中國在海內外最知名的一個梯田了。那麼它主要有3個核心觀景村寨，分別是前2集我們探索的洪瑤族金坑大寨、平安壯寨。那麼在本集影片，我們遊覽最後一個村寨古壯寨，它比前2個村寨更加的原生態和古樸，也是3個寨子裡我最喜歡的村寨。450年的南方紅豆杉，古村寨有古樹。刚才聽到一名導遊說啊，過去在政府幫村民們修建房子之前呢，村民們就住在這種木頭的一個樓房裡面，3層的哈，古色古香的。有多少年歷史了？21年。21年。轉隊裝32個人。啊？轉隊裝32個人。32個人就住這3層的房子裡面。哦。但是我不是很喜歡住木頭房子，踩在上面就覺得搖搖晃晃的。就覺得沒那麼踏實。這是我住的青年旅社。这山腳下的，如果發生泥石流的話，第一時間這個被掩埋的就是這些房子。現在我們去其中一個觀景台，叫七星半月觀景樓，爬坡下看，讓我想到在雲南的保山城啊，然後當地的居民也是用馬、騾子運送物資，就是銀杏樹吧，變得金黃了。看，修的是這種樓房啊，餐廳、民宿。哇，這村寨還有玉竹，爬山累了可以玉竹。奶奶你好。你好，早上好。你好，您背個簍子去哪裡呀？要去酒店。
送再去酒店。哦，去哪里啊？我去那个观景楼。玩得開心啊！謝謝你。對對，一個人啊。一路平安。嗯，咱們這一個頭巾是壯族的。是壯族服裝。壯族的哈。我們老人家也不懂。那個物資是從上面掉上來是嗎？對。哦，通過這個機器哈，就省得爬山了。以前都下地非常坡上來的。以前都是通過坡運上來的。對呀。以前是用馬。蓋公路，以前用馬。用馬啊。你喜歡住在這個新的房子還是木頭房子？木頭房子好一點。為什麼？那些水泥房子到熱天它的地板潮濕。潮濕。不方便，老人家走路不方便。木頭房子就不會。就不潮濕，就好走一點。哦。像我們幹活要穿雪花鞋。潮濕容易滑倒。潮濕很滑的。但木頭房子怕不怕着火呀？我們小心就行了。以前有着過火嗎？以前也有。也有。有些不小心。這些石頭做地基的，都長了青苔。一路上能聽到那個流水的聲音哦，山上流水下來了。龍脊古壯寨。那個這個土丘因地制宜。它這個裸露的是什麼？它是這個土的，不是石頭。這個叫黃金百香果是嗎？19號的黃金百香果。那它跟紫色那個什麼區別呢？我家那邊是種紫色。甜，紫色是第一代，對，它偏甜，偏酸。這個是甜的。對。我們這是第三代的。我們只種這種的，你那種紫色的基本上我們現在都淘汰了。我沒人種。這種就因為比紫色的更甜哈。確實，我發現這個比紫色的甜，紫色那個還有點酸，這個一點都不酸，基本上。壯景也挺有名的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。民族的這個世界的，到這就有一種走在懸崖邊的感覺了哈，騰雲駕霧的。哇！這個視野跟昨天的不一樣，還是值得來的。它每個觀景台設計是有用的啊，能看到不一樣的角度。進田者10元一位，梯田維護費，現在沒有管理了。第二個觀景台就在那個位置。那個位置叫什麼？我起初還以為是村民們不太在乎這些稻田稻米的收入了，因為對於開民宿開酒店那個來錢多來錢快的那個程度來說，種稻穀的收入可以說微不足道啊。加上呢，又可能在好的視野的梯田呢，又容易被遊客踩掉，所以呢，它種起來就漫不經心了。你看稀稀落落的。後來，這附近的一個大叔說，是因為之前是養稻花魚的，那麼小孩子進去抓稻花魚啊，應該是一個付費體驗項目吧，就把這些稻穀給踩壞了。不可以這樣的，是，對不起，這個行為不對呀。對不起。這個你看一天來幾千人都這樣，我們農民吃什麼？就好慌了。昨天摘好多，都拿起那路都全部摘平。我才是意大利語，意大利語是英語，是哪
桂林的。 看，这就是这个地方的大量种植的黄金百香果。这个经济价值比稻谷要强得多。上面是百香果，下面是稻田。一些这个奶奶啊，她种一些地瓜，然后地瓜叶就卖给这些酒店、餐厅。你看，就那片。后面还有人没上来。这些松木砍伐掉了。看，对面是一面大山了，现在这个叫烟雨朦胧啊，有点挡住了，看不清晰。再过几个小时，这一片土地上呢将迎来今年的唯一一次收稻谷，1年1季嘛，跟廣西玉林我家鄉那邊1年2季不一樣。我家那邊是這個每年的3、4月播種，然後7、8月就收割了，然後到7、8月又開始播種，到11月又收割，就1年收2季。這邊的話就是每年的5、6月插秧播種，到11月初、10月底就迎來了秋收。因為這邊高海拔啊，它的這個氣候溫差大，然後呢就不適合這個1年2季。哇，看那棵樹，它的樹根都騰空了啊，它的土壤就沒了，但是還活着。好多的百香果。前面是叫龍脊壯寨，好像去的人少。本來是沒有路的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有了路。上來，下面來，對，圍住這個田埂，圍住這個田埂。在這放個無人機。好像說往前2公里到達古壯寨。奶奶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您是從那邊過來的？哦。你家在那邊？我家在那裡。叫古壯寨嗎？那個古壯寨。哦，從這裡過去還要多久？很遠的。很遠的。沒，謝謝你啊。慢慢走啊，小心啊。你一個人走啊？對，一個人走啊。連續問了2個人啊，都說到古壯寨還有好遠的路呢。前面有一座風雨橋，是用木板鋪着的。這裡有一個永久長存，捐款，應該是捐款的石碑。
想想刚才那名，还蹣跚走路的老奶奶啊，她也走这种路一不小心还可能摔倒的，因为这个石板路高低不一，她都能走，可能从小到大在山区里生活已经習慣了上坡下坎的。這山谷裡面很寂靜。這土丘上布滿了這個苔蘚類的植物，就很有一個人尋幽覓勝的感覺，心情挺好的。走入大自然，跟大自然多親密接觸，到處是長了竹子，它的根也不是那麼長哈，就只有這麼一部分。這些看似剛砍下來不久的竹子，可能不久將成為食客桌上的美味佳肴的容器啊！竹筒雞、竹筒飯。路過一個小瀑布，這些水的話，當地的小孩據說是可以直接飲用的，因為山泉水山下流下來的。這一面山坡都是百香果，基本上一路走的都是石板路啊，還挺方便的，不用走那些泥濘路。下雨的話，你看雲霧稍微散開一點了，對面的那面大山的山脊線就露出了多一點的輪廓。走了約1.5公里到2公里之間吧，就來到了這個鋪裝路了。一路上遇到了一戶人家了，應該快到了。在山坡下面看到大概幾十棟錯落有致的一個房子了。你看那邊的梯田啊，不知道種了什麼，是綠色的哈，
跟這邊金色梯田就是形成了一個顏色的對比啊。那邊應該是經濟作物吧？哦，也有個始祖田景觀，呵呵，這野生的芭蕉樹。這個用石頭垒成的地基啊，幾乎跟那個房子一樣高。我家小時候也有一輛這個叫125哈，我還會騎呢，當時我摔了一跤，我的膝蓋就是有比2個拳頭那麼大的一個傷口啊，哇，鮮血直流的，那個是我小時候受傷最嚴重的一次。龍脊雲端，上面有百年老屋，百年壯族老屋，看一下吧。哇塞，面朝一片如此開闊的、氣勢磅礴的山谷。種植基地啊，有摘一罚百，後果自負，24小時監控區。衛生間，基本上任何地方都有種百香果的。芭蕉樹，這個是什麼呀？那個山胡椒。筍乾山胡椒。哦，筍乾。村民賣百香果3元500克，還可以包郵，郵費自理。這個一般能放多久呢？這個啊，10多天20天都可以放。不用放冰箱？不用放冰箱。嗯。這些是餵豬是嗎？餵豬啊。哦。那個葉子都餵豬。餵豬的哈。洪水豬。累啊，背那麼多。哦，累。哎呀，你這樣啊，不知道混，關鍵就不知道混歐麻喲。còn là cái đồ cô đã dặn rồi tự ảo rồi tự đi ảo của tôi hôn ảo mà hồ hôn dùng từ này quan thuê tổng 咱們講的是壯話嗎？哦，壯話。壯話聽不懂，我玉林的。哦，玉林。廣西玉林的。男的穿這個服裝的也戴這個耳環。哦。哦。幾歲開始戴呢？幾歲的也可以戴啊，年輕的也可以戴啊，穿這個衣服，壯族衣服就可以戴這種。啊。哈哈。再見。這百香果是這麼吃的嗎？你看這一筐一筐的百香果，啊，這個是要運到哪裡去賣呢？老闆這來收。哦，老闆來收，他就批發給他了。啊，批發價是多少錢？這5塊錢一斤。5塊錢一斤。那個百香果，這是羅漢果。哦，這是羅漢果啊，我看錯了，我以為是。您家種了有多少畝的羅漢果？一畝多點。一畝多點，一畝的話，它能掙多少錢？掙了一兩萬。1、2萬哈，那您家種有百香果嗎？種啊，種一點。種多少？也差不多1畝。那百香果能？百香果不，羅漢果啊可以，百香果今年不行。就賣的不好價錢。是啊，價錢低啊。以前能賣多少？好的時候多少錢一斤？以前是5塊6塊。現在只有3塊2塊。前幾年這百香果，這2年的百香果、羅漢果第一級的都。啊，那咱們這些村民啊，除了種這些羅漢果、百香果作為經濟收入以外，還有其他收入來源嗎？就是種啊養啊。養什麼？養雞、養鴨、養豬啊、養牛啊，就是這樣。嗯，農村就是這樣子。是的。生活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？那當然嘛，這2年的比以前的好多了。這我乍一看，我說怎麼有油毛的？原來是羅漢果，不仔細看以為是百香果。看這還有。你好。你好。看，這就是傳統的老屋子了。
下面都用石头打底的啊。看，还有那些人家在山上捡一些柴火，估计冬天用来取暖的，或者烧柴做饭的。这狗然后就长了好多胡子。古壮寨的一個景點之一啊，也不叫景點嘛，就是看點啊。太平青缸，就是你看啊，它有2個螃蟹跟2個青蛙，因為壯族相信青蛙對天氣變化的感知能力非常強，如打雷下雨，認為他們是上天派來的水神。那麼青缸呢，是當地的老人請石匠所建，建好後群眾挑水倒入缸內，蓄滿水，到了旱季用來防火跟抗旱。現在龍脊遼迦賽每逢大年初一在太平青缸旁焚香祭祀，它是用那個4塊這個石板跟4根這個石柱，然後圍成的，就是滴水不漏啊。經過了100多年了，1873年開始建的。這個現在這些老屋也是負重累累的哈，電線各種的。你看，這是100年了古屋。這個就是100年古屋啊。村民說這個主人不在家，好像下面那層作為這個圈養家禽的一些庫房了。四季平安福滿堂，100年古屋。鋼絲網然後鋪着的。龍脊古壯寨為什麼這麼多石頭？起初我挺好奇的，後來我經過一座山，我發現這個山的土壤裡面藏着很豐富的石頭，所以呢，我們在村寨也能看到很多以石為主題的一些元素。村寨內百轉千回的青石板路，57座青石板橋，層層疊疊的木樓石地基，太平青缸、石水槽、石寨門、石碾、石磨，以及從清朝民國至今的一系列內容豐富、形式多樣的石雕刻，可謂3步1石，5步1刻，10步1碑。这地方好多石頭。我們來了，這老祖宗來了，都600多年了，600年了。從哪裡來的？從以前的從山東到廣西的河池再過那個桂林的新安，然後再過這邊來。哦，在這裡定居有600多年了。有500多年，600年了。就當時的咱們祖先是從哪裡搬來找了那麼多石頭的？我看石頭這裡都有的，很多是吧？都是自然的。我們每一年就是有3天修路的，老人家祖傳下來。到了時間就要修路，哪裡不好走就又把它鋪泥路啊，泥路就要鋪石板啊。有石板在那裡鏟了石板出來，然後就把石板留下來。就這樣的。謝謝你啊。在這村裡行走，很少能遇到人啊。這個寨子我就覺得還挺原生態的，沒那麼商業化，或者說基本沒什麼商業化。這裡的居民家裡就是自己住的哈，很少是這個民宿啊、酒店啊。資料顯示，龍脊古壯寨呢有400多年的歷史，始於明代萬曆年間。那麼古壯寨擁有廣西乃至全國保存最完整、最古老、規模最大的壯族鋼廊式吊腳木樓建築群，其中5處木樓已超過100年以上的歷史。这個木房子的話有3層哦，但它的層高並不是很高，大概2-3米，2.5米到2米之間吧。人們主要是生活在2層，然後呢，上面還用這個木板隔出了3層，上面也是放雜物。我有點走累了，
在这裡坐一下。這3天我也逛了好些这地方的寨子啊。这个村子因为游客来的少，商业化程度也低，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寂静的，相对原生態。而且年輕人都外出了，只要留在的房子要麼廢棄了，要麼就是一些老人家在裡面靜悄悄的生活。我還挺喜歡逛這樣的村子的，在這種村子行走啊，內心感到一陣平靜。我的天，老人家生活在這個地方，要串門的話太不容易了。好在說，建在高處的主要是一些後來建的一些酒店啊、樓房啊。居民呢，就是原住民啊，主要還是在這一片，就大家挨在一起啊，海拔都差不多，就爬坡上砍的話就不用那麼多。哇，發現了一棵感覺被遺棄了的柿子樹啊，它就是剛剛在很偏的位置，地上掉了好多的柿子，這柿子能直接吃的，已經樹上熟了。我們看一下，你看都變得很軟了，很甜，我感覺。我樹上摘一個吧，你看地上掉的好多，哦，都軟了耶。摘一顆嘗一嘗。選一個最軟的，這顆是最軟的，一掰就斷了哈。你看上面全是柿子啊，柿子比葉子還多，基本上是。你看這多好的果子啊，拿到城市裡賣的話，能賣個不錯的價錢呢。比如說像這個剛掉下來不久的，我可覺得，這個村子啊，還挺多柿子樹的。我路上走過來，你看那個是離有人居住的人家比較近的柿子樹。在這吃個柿子，補充一點維生素、膳食纖維。那下面還有水的啊，還有水管導水的。看，站在這個地方，居高臨下。咱們看這顏色的層次感很足啊。近處的金黃色，然後還有這個青色的帶色的瓦房啊，遠處的那個青翠色的這個山坡，3種顏色。山，然後稻谷村寨啊，
還有遠處的雲霧啊，那邊炊煙裊裊，已經煮午飯了。我們看一下這個稻子啊，這個它已經是很飽滿了。像昨天我們去了金坑大寨啊，因為規定說是11號、2號才收稻子，才能收稻子，所以那邊村民其實想早點收的，因為如果收的太晚的话，好像說是這個稻子會長得太老了，就口感沒那麼好吃。這果肉都已經很熟了，應該很甜了。我掰開了，看一下，哇，好甜，好吃，而且果汁还挺多的。这么好吃的柿子，一棵树呢，全被烂在地上了，没水洗手了。我家过去最多的时候哈，我父母种的这个稻田大概有4、5亩那麼多，而且那時候還沒有這個機器採收，都是靠人工這個收割稻田的。金魚啊，紅色的魚，這雖然是個什麼民宿，但是感覺像被遺棄的感覺，特別冷清。山上流下來的水，竟然有一種錯覺，好像走在一些這個已經被徹底放棄的那些鬼村一樣的感覺啊！這裡明明是有居民在生活的，但是就有太冷清了。天啊，這沒路了呀！我還想着慢慢走下去呢。是可以走了。你看像這種，右邊是這個鋼筋混凝土的磚房、水泥房，那這邊是，所以他就，你好，你好。這你家哈？是我家。沒有錢裝不了的。沒有錢裝不了。還在外面掙錢呢，就掙到錢了就回來把這個房子裝得漂亮了。很多村民是這樣的，先把這個毛坯房給它建好了，掙了一點錢買一個窗戶，再掙一點錢買個門，再掙一點錢上這個瓷磚等等。我看這一個石頭壘的地基，我還以為做飯呢。原來是燒一些秸稈，這就是剛才說那個被荒棄的一個民宿啊，還有這個空調外機呢，但是感覺像是很消瘦的感覺啊，就沒有在營業。但是這家民宿前面的景色真不錯，你看在高處看遠處的山、寨子、稻田。柿子樹、芭蕉樹、竹子，在這些村子經常能看到這種瓜，我不知道叫什麼瓜，就特別巨大。你看它有多大？在這個村子走了有1、2個小時了。這個村子好像有一種特殊的功能啊，就是讓人忘記時間的存在，也不看時間，也不趕時間，就漫無目的的到處走，就還挺好的。這是羅漢果呢，好像我第一次看羅漢果的果樹。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內容，很高興你能看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請幫忙點讚、訂閱我的頻道，這會支持我和你分享更多的影片。好了，感謝收看，我們下期影片見。